美国企图通过新的台湾政策法案，把俄乌冲突模式搬到台海，这可比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还要严重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先少。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引发台海军事危机之后，美国可能正在谋划下一场危机，这就是众议院两党议员所提出的新的台湾政策法案。有报道称，拜登政府主动要求国会避免通过这项决议，但是白宫可能会像无力阻挡佩洛西一样，最终带来新的台海军事危机。根据这份新的台湾政策法案，美国将拨款45亿美元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，赋予台湾北约以外美国最大盟友的地位，抛弃长期以来的战略不确定性政策。这项法案的性质有多严重，已经到了白宫都认为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，甚至会直接破坏中美关系的护栏。这项法案明确指出，其目标是促进台湾地区当局的武装，反制可能遭到解放军的打击，并明确对中国发起武统实施制裁。该法案还积极支持台湾地区参与国际协定，包括印太经济框架，鼓励美国政府与台湾地区当局进行接触，甚至要求废除任何限制美国官员与台湾地区当局人员的接触，要求美国政府将1979年以台湾关系法和对台所谓的6项保证作为美台关系的基础。可以这么理解，一旦这项法案通过，美国总统拜登、美国国防部长、美国国务卿等官员将获得窜访台湾的权利，美军将有权与台军进行公开的军事合作，这将加速台湾地区推进以武拒统的行动，将会明确通过制裁来阻止中国的武统可能。多年来，美国一直故意模糊一个中国原则，将自身政治利益置于首位，甚至违反联合国决议。虽然拜登表面上反对该法案的推进，但实际上又难以阻止。该法案的起草者，包括参议员梅南德斯，已经明确反对美国政府干预立法工作，而且他表示不允许乌克兰发生的问题在台湾出现，也就是要通过提前采取武装台湾的办法来阻止可能发生的武统。此地无银300两，美国显然正在试图通过立法将俄乌冲突的模式转移到台海，以便在台海引发一场新的军事危机，并借机对中国实施以对俄罗斯相同的制裁。拜登政府表面上也担心新的台湾政策法案，这充分证明了事态的严重性。从佩洛西窜访事件的进展中就能发现，白宫无法阻止美国国会的反华行动，这就为下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创造了条件。中美力量的对比正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，美国人一定会想办法通过一场台海危机来消耗中国。不过，如果我们提前做好准备，反而有可能让统一加速到来。这份新的台湾政策法案已经突破了反分裂国家法的规定，这就是允许美国政府官员窜访台湾地区，而且要大规模的武装台军。那么，等新的台湾政策法案通过之后，台海危机就可能会真的到来。这次解放军实施了多日的锁台行动，下一次可能就是对台湾岛的外科手术式去军事化行动，甚至是全面登岛作战。中国大陆既然已经掌握了解决台湾地区问题的主动权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任何挑衅，找到理由直接发起武统，由美国制造机会，再由中国大陆把握机会，这样就能加速中国统一的实现。我们有必要提前做好准备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